嗨，伙伴们，本期视频是一期炫耀视频，没错，吃果果的炫耀。炫耀一下我提前收到的双11礼物，同时这也是一台站在颜值巅峰上的性能怪兽，它就是……咦，我人呢？它就是来自微星的全新顶级游戏主机宙斯盾泰5。好吧，我承认了，这不是买的，是厂家邀请测试的。因为这台主机还未上市，所以今天大家也算是有眼福了。那么现在赶紧让我麻利的打开包装吧。微星 M1 级 Aegis 泰5隶属于微星顶级游戏主机序列宙斯盾佳作。微星的游戏主机设计一直在行业里别具一格，每代新品除了强大的性能，不断突破的外观设计也是一大亮点。关注到泰5还是在上半年的 CES 展会中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这是一台来自未来的主机，太酷炫了。这包装真是的用料呀，大家稍待片刻，我这就把它搬出来。这就是箱子里面的全部东西了。按照惯例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盒子。首先是一盒说明材料，其次是一条主机电源线，还有2条硬盘线，扩展机械盘用的。这是竟然还送了一块微星手帕或者是抹布，挺好用的。好了，最重要的一刻来了，别眨眼。哇哦！纵然是早就在网上看过了它的外观，但还是被惊艳了一下。这真的是一台主机吗？而且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。入眼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已经给它找好了归宿，就是我卧室那张只有55厘米宽的桌子。这外形真的太富有冲击力了，就像是一台来自未来的飞行器一样。特别是这个半圆形底座，如同是一台机车的轮子，正蓄势待发。话说撕膜才是每次开箱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环，也是我每次开箱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撕掉这层保护膜，才真正意味着这是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现在我想把时间留给大家，共同欣赏一下这台划时代主机，是不是已经调动起你那颗不太安分的心呢？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了，这台主机最吸睛的就是这个位置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炫镜轮。这是一个旋钮，同时也是一块液晶屏，通过它可以让我们轻松快捷地驾驭这台性能猛兽，同时一些重要的系统信息也能在上面显示出来。这大概也是目前第一款采用这种人机交互旋钮的主机，稍后我们重点测试一下。从侧面来看，我感觉整体上更像是一台机车，从前方向后延伸的一条条凌厉的线条让它看起来很有动感，特别是这个轮子，同时钛灰色机身也让它的科技感看起来更加强烈。再来看一下背面，除了常规接口，泰5还配备了 2.5G 加千兆双有线接口。这种设计可以保证游戏数据始终处在最高优先级，同时如果家里有 NAS 设备，这种方案还可以大大提升和 NAS 之间的传输速度。对了，这台主机还支持 WiFi 6，支持峰值 2.4G 的数据传输，意味着无线网速几乎和有线不相上下。同时它还配备了雷电3端口，拥有高达每秒40GB 的数据传输速度，是所有传输端口中最好的选择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底部，泰5的电源就装在这个轮形底座里面，隐藏的非常巧妙，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。所以这就是组装机和品牌机的区别了。之前我对品牌机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高价低配的年代，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核心技术的厂家的产品颇有微词。但微星显然不一样，这类大厂同时也在设计和生产各类核心硬件，拥有更好的成本优势。再来看一下顶部，配备2个 USB 3.2 接口，还有一个 3.2 的 Type-C 接口，以及一座耳机麦克风插孔，开机键也设置在这里。不过这块钢琴漆面板太容易沾染指纹和灰尘了，这个时候那个微星抹布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哦，差点忘记了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对可折叠耳机架，这样一展开，是不是更像是一台摩托车了？再次感叹，每一处细节都像是经过精工雕琢一般，更像是在欣赏一件工艺品。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吗？这是一个铝合金材质的提手，通过它，我们可以轻松携带这台泰5主机，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。现在已经给主机通电，在炫光的加持下，主机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。特别是这个炫镜轮和下方的龙标交相呼应，真的太爱这个设计了。这是机箱顶部采用了透明天窗设计，可以看到3个硕大的风扇，在需要它们的时候智能启动。按照官方说法，这台主机的散热系统也进行了全新设计，采用了第4代寂静风暴冷却系统，主要发热硬件都拥有自己的散热气势，稳定运行下还能保持安静。我很想打开看看，但刚才研究了半天，不知道如何下手。不过这个酷炫的炫镜轮我研究清楚了，比如这个是调整主机灯效的，灯光设置里内置了几种效果，比如常亮、呼吸、闪烁等。这个是监控硬件运行情况，可以显示 CPU 运行频率、温度以及 GPU 使用量等。对了，还能显示天气情况，太人性化了。场景里面可以根据当前的使用情况设定主机性能，比如平衡、静音、
创作者模式以及极限性能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这个轮子一键播放音乐，调整系统音量，满满黑科技的感觉。外观看过，该了解一下这台主机的内在了。为了更好的测试这台主机的性能，我随便找了一台微型显示器过来，2K 分辨率，165刷新率，号称电竞小金刚。这显示器很不错，之前做过视频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来看看。进入系统，首先弹出来的就是这个龙魂控制中心，通过这款应用可以自定义显示在主机上的灯效，给大家看一下关灯之后的效果。怎么样，够酷炫吧？这个是常亮的效果，这个是类似跑马灯的效果，这个是呼吸效果。通过这款应用，不光可以调整主机灯效，还可以自定义炫境轮上显示的项目，比如通过相应的设定可以一键直达常用游戏，非常方便。接下来我们该看一下这台主机的硬件搭配了。我很好奇厂家给了这台测试机什么样的运行核心。结果出来了，处理器 i9-10900K 被称为是英特尔中最快的游戏处理器，而主板方面用的是 Z490 芯片组。不过这内存很让我吃惊呀，竟然直接堆到了 128G， 而且还是用的3星内存，可真舍得下本钱。只是不知道上市以后的量产机是否也是这种配置，这内存真的太好了。按照产品资料，主硬盘用的是2块 1T 固态组成磁盘阵列，这速度完全不用担心了。而显卡方面在我意料之中，像这种顶级游戏主机肯定会用最新发布的307显卡，这一台用的是微星的3080万图师10G 显存。前段时间我刚刚测试了3070，对3080的强悍性能真的非常期待呀。除了固态硬盘，这台主机还给装上了一块3T 的机械硬盘，也就是说我现在一共拥有5T 的空间，这种感觉太幸福了。等不及了，按照惯例赶紧跑分试试。结果出来了，99万分，我的心在颤动。我已经想象到如何在那些3A 大作中用绝对性能碾压对手了。伙伴们，我刚刚发现这台泰晤的文件拷贝速度非常快呀，这是一个实际的视频，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从固态盘拷贝到机械盘的速度。瞧，这就完事了， 10.2G 大约用了2秒左右，这种速度可以大大提升我后期制作视频的工作效率了，估计日更的同时还能挤出时间偷懒，瞬间就感觉生活更加美好了。视频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组宙斯盾泰晤在热门游戏下的性能表现。首先是战地5，在 2K 全高特效下终于可以满帧运行了，不过这是没有开光追的效果，如果把光追特效开到最高，帧数会直接降到100以内。我在想3080都对付不了光追，估计3090也够呛吧，所以 NVIDIA 的光追到底是为什么显卡准备的呢？同样在使命召唤16中，帧数的表现也非常亮眼，比之前的3070高出不少。同时在这种压力下，主机顶部风扇自动激活，当然噪音也随之上升，不过在佩戴游戏耳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忽略。当然特效全开下，打表格2的帧数终于可稳定在60帧，但仍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，因为经过城镇时有时候帧数能降到30多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样的显卡才可以让这款游戏达到144次刷新率。咦，老伙计你咋不走了？哎呀，哎，我的哈雷不讲义气，竟然抛下我自己跑了，战友之情如此淡薄，令人唏嘘。那么好吧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台主机将一直在我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。接下来我要继续针对这台宙斯盾泰晤展开测试，深挖它的极限性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